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世界根本像一出乱演的乡土剧，反派横行，正派流浪，会拍马屁的升官，努力做事的被资遣，还有那种明明迟到还在地铁上画眉毛的人，居然升职变主管。然后你就会想，谁在导这出戏？上帝有在看剧本吗？今天我们来聊聊，当世界好像超不公平的时候，神到底有没有在主场控分？这就带我们进入诗篇第75篇的现场录影棚。诗篇75篇第1节，一开始就来个反直觉操作。神啊，我们称谢你，我们称谢你，因为你的名相近，人述说你奇妙的作为。喂，作者，你是不是太正能量了？刚刚我们还在抱怨这世界烂成一锅粥，你居然一开口就说赞啊，主啊，你超棒的。但别急，这不是什么盲目乐观的赞美，而是信心的眼光，因为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我到了所定的日期，必按正直施行审判。第2节，注意了，这句话不是诗人在讲，而是神亲自开麦了。简单讲就是，我会在该出手的时间点做该做的事，你们先别急。你不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你爸妈的名言吗？等你考完试，我再跟你算这笔账。说真的，我们听到神会审判，通常不会立刻欢呼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想问的是，那个锁定的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可以提前透露一下吗？要我设定提醒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卡在这里，相信神会审判 OK， 相信他公义也 OK， 但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要开始执行，这就很让人焦虑。尤其你看到新闻、社会、办公室里各种邪不压正的情节，你就会很想冲去按神的铃铛说，嘿，主啊，那个你说好的锁定之日是不是有点 delay 啦？再看下一句，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，我曾立了地的柱子。第3节，这什么意思？用现代话说就是全世界都在动摇，但我稳得跟老狗一样。整个地球在震动，疫情、战争、裁员、股票跌停、感情分手，但神说我立了柱子。柱子是什么？支撑、稳定、撑住一切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你看起来像是快要被生活压垮，但背后还是有一个神在 hold 住全场。你不觉得这很像大楼地震时大家都在尖叫，而真正重要的是建筑的钢筋有没有照图施工。然后来了这一段我超喜欢，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恶，对恶人说不要举脚。第4节，等等，举脚，那什么东西？这里的举脚不是健身比赛的举重，是指像牛一样高举头角，自以为是，嚣张跋扈。神直接对那群装逼的人说，你那牛角给我放下，不要那么拽，你再拽我就把你熬成牛肉面。神不是没话说，只是他要等该说的时候说出话。因为耶和华手里有杯，其中的酒起沫，杯内满了掺杂的酒。他倒出来，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，且喝尽。第8节，
这有点黑暗呢。神说，恶人最后会喝下自己的报应，连底部的渣都不能剩。这不是复仇式报复，而是公义的还清。你有没有那种时候，看到某些人作恶多端，却还每天打卡打到美食天堂？你超想帮神第一张报应行程表，但诗人说，神自己有安排，该给他们的特调苦酒不会缺席。6到7节，因为高举非从东，非从西，也非从南来，唯有神断定，他使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这句话值千金啊！升不升官，红不红，被不被肯定，不是你朋友圈操作的多强，也不是你发文演算法多厉害，而是神决定的。这不代表你就躺平，但代表你不用抓狂。当你看不懂剧情的时候，别忘了导演还在位子上，而且他没睡着。